在中国，曾经娶老婆要3金1房的年代，如今已经升级成了没个几十万存款别谈恋爱。当中国男人发现在家门口娶媳妇越来越贵，他们就干脆收拾行李，飞去了1700公里外的俄罗斯找老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34岁的福建省会计孙岩本来谈了个女朋友，打算明年结婚，结果对方一张嘴，要求男方在市中心有一套房，30万现金，3金，再加1辆车，总共得40多万。孙岩算了半天，自己加上父母东拼西凑也才20万出头，结果谈了半年的恋爱就这么黄了。现在他一个人站在中俄边境的城市绥芬河，手机里存着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机票，准备去试试运气。他说，要是俄罗斯也找不到，我就去乌克兰，反正莫斯科的女人看不上我们很正常。其实他不是一个人，过去几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男人像候鸟一样，每到冬天就往俄罗斯远东飞。抖音上搜俄罗斯媳妇、乌克兰老婆，全是去淘金的兄弟们直播分享经验。相比男性，中国现在少了3500万女性，这不是老天不开眼，而是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、重男轻女的社会偏见一手造成的。当年在中国，不知有多少女婴被选择性堕胎、被遗弃，甚至没上户口，活下来的女孩几乎都被父母捧在手心，读书深造。如今20到30岁的城市女性，个个有学历有想法，谁还愿意将就找人结婚？她们知道自己在中国婚恋市场是稀缺资源，自然把择偶标准拉到天上去。在中国的农村更夸张，50到60万彩礼已经成了起步价，3、4线城市也得30万打底。中国男人们发现，在国内卷不过富二代，那就卷出国吧。俄罗斯的婚恋市场正好反过来了，全国多出1000万女性。虽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酗酒、车祸、战争导致40岁以上男性死亡率高，但对年轻人来说，男女比例确实比中国健康得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中国男人眼里，斯拉夫女孩高鼻梁、大眼睛、白皮肤，普遍不爱攀比，不仅不要彩礼，还可能倒贴嫁妆，甚至愿意跟老实人过日子。抖音上有个河北小伙阿冠，已经在乌克兰待了3个月，天天发视频说道，兄弟们，这边随便一个咖啡馆，美女密度爆表，我已经谈了3个了。虽然有个乌克兰女孩明确说死也不去中国，他还是乐呵呵地说慢慢磨，总有一个会答应的。在中国婚恋市场，婚介所、翻译、假结婚、真骗炮，产业链一条龙。有人真找到了温柔贤惠的俄罗斯老婆，带回老家，1年就生娃；也有人被酒吧公主骗光积蓄，最后人财两空。当中国学者一提到鼓励跨国婚姻增加人口时，立刻就被中国女网友卖成鼓励买春，而男网友却在评论区疯狂点赞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学者研究了50多对这样的中俄跨国夫妻，发现离婚率确实高，但也真有不少幸福的结局。在俄罗斯媳妇里面，有人无法适应中国的婆媳关系，有人嫌弃中国东北的冬天太冷，但更多人发现，只要中国丈夫老实肯干，他们其实比很多中国女孩更好哄。当中国福建的孙岩站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街头，看着路过来往的金发姑娘，突然有点恍惚，他寻思自己到底是来找老婆，还是来逃避国内那场看不见尽头的婚姻军备竞赛。也许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洋媳妇香不香，而是有不少中国人把婚姻变成了赤裸裸的买卖。当40万彩礼成了门槛，当3500万中国男人注定打光棍，也许飞到地球的另一端，能够碰碰运气，
还能谈谈感情。